你好，这里是三七兄弟，本期视频为你带来2023年10到15万各价位的高性价比汽车推荐。我将每款车型推荐的时间表列在视频下方，所有价格均取自厂商指导价和经销商价格，且各个车型的参数、性能、推荐理由均会在视频里标出。做这个系列是因为后台经常有车友问我，预算10万到15万都应该买什么车？想到很多观众也许都有同样的需求，索性做一期完整的推荐视频。但是工作量挺大的，我跟剪辑同事加班加点做了1周才弄，这是真的很累。所以本期视频如果对你有帮助，请务必记得关注3连，这对我真的很重要。如果数据好，我也会继续把这个系列做下去。好，废话少说，我们直接开始。首先从轿车车型说起，这个价位的车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共同的小问题，尤其是减震方面，大多都不太好。我们今天推荐第一款车型秦 Plus DMI 2023冠军版，这是比亚迪旗下的爆款插电式混动车 ，DMI 超级混动技术，霄云混插专用1.5升高效发动机，官宣100公里油耗3.8升，1245公里续航里程，车身尺寸4765×1837×1495，轴距2718，各项数据还算优秀。价格方面，经销商报价9.98到14.58万元，其车型分为55千米和120千米两个版本，55千米版不支持快充。博主建议有条件的尽量买顶配，它的主动安全配置较为全面，还有辅助驾驶系统，带来的驾驶体验会更好。不过虽然它的销量很高，但同样有缺点，内饰设计一般，在同级中没有优势，塑料感较强，给人的视觉感官不太好。在懂车帝大爆炸节目的拆解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前后防撞梁的覆盖率分别为64.78%和60.42%。秦 Plus 后防撞梁偏单薄且无后吸能盒，评级为 P， 在车头位置无小重叠率偏置碰撞结构优化设计，且车身碰撞能量传递路线不清晰，车身明显有改电设计，关键部件设计位置可能存在隐患。车身材料评级为 M。 底盘方面，为避免共振，秦 Plus 在前副车架打了补丁，簧下质量为12.44%，前挡风玻璃强度同样也为 P， 且前挡风玻璃的价格为1640元左右，为最高的之一。如果你想要从用料、底盘以及发动机等方面详细了解车辆的拆解，可以前往懂车帝搜索懂车大爆炸节目，懂车帝斥巨资拆解了当下的10款热销车型，可供大家作为买车时的参考。第二，长安 UNI-V 经销商报价10.09到13.19万元， 1.5T 版长4680，宽1838，高1430，轴距2750， 2.0T 版略长25毫米，采用了溜背的造型设计，配合前脸无边格栅和车尾贯穿式尾灯，显得非常帅气。部分配置还有电动尾翼，提高了整车颜值。它的内饰也相当运动，但有些车主认为它椭圆的方向盘有些丑，这个就见仁见智了。动力方面， 2.0T 版拥有6.5秒0-100加速能力，233匹最大马力，390牛米峰值扭矩，在同级车中非常优秀。它也有一些问题，后排空间比较小，胎噪和隔音也是比较明显。同样在懂车帝大爆炸节目的拆解当中，前后防撞梁的覆盖率分别为63.66%和58.22%，防撞测试评级为 M， 车身材料评级同样为 M。 底盘方面， UNI-V 的后悬架为异形多连杆独立悬架，舒适性以及运动性的调教上限更高，簧下质量为14.99%。车内用料方面， UNI-V 车内隔音棉为低成本回收棉，但在前挡风玻璃强度上是唯一一个评级为 G 的，含工时费价格为1400元。第三，吉利星瑞经销商报价10.87到13.77万元，车身长4785，宽1869，高1469，轴距2800。它的车型的起名方式很有趣，低配叫扶摇版，顶配叫直此青绿版。前脸采用的是吉利标志性设计，垂铺前格栏，顶配自带包围、前铲、四出排气和专属内饰。如果车主喜欢，还可以加装尾翼。它的内饰设计非常出色，用力恰好，很具时尚感。整体来看，星瑞的各方面配置、驾驶体验都是蛮不错的，也是一名性价比选手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它的电子设备不是很好用，尤其是语音识别系统反应较迟钝，不少车主还在 OTA 升级时遇到问题。另外就是些胎噪类的小问题。第四，奇瑞艾瑞泽8经销商报价9.89到13.79万元，车身尺寸为4780×1843×1469，轴距为2790。它的车身线条分明，很有运动感，前脸有2种格栅可选，尾部设计很帅气，辨识度很高，内饰简约低调，车内有很多储物槽，储物空间比较优秀。动力方面，今年新推出了 2.0T 版，兼顾经济性和动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它不同动力版本的顶配都搭载了10安全气囊，这样的被动安全配置是同级独有的。此外，新款还搭载了高通8155芯片，并配有最新一代 EPS， 操纵性也会有所提高。可能是由于旧款艾瑞泽8被大量投诉 A 柱风噪问题，新款除底配外都配有前排多层隔音玻璃，隔音能力会增强不少，准车主在试驾时可以感受一下。在懂车帝大爆炸节目的拆解当中，前后防撞梁的覆盖率分别为78.13%和56.70%，分别位于10款车中第一和最后一名。防撞测试评级为 G， 车身材料评级为 A。 底盘方面，艾瑞泽8和 UNI-V 一样，后悬架为异形多连杆独立悬架，舒适性以及运动性的调教上限更高，簧下质量为14.75%，前挡
挡风玻璃强度评级为 M， 价格为1500元左右。第5，上汽名爵 MG7 是现在其旗下的主打车型，经销商报价11.98到16.98万元，车身长4884，宽1889，高1447，轴距2778。这款车的外观是相当优秀的，绝大多数车主选择它都是因为它的外观。中型车的尺寸搭配它运动轿跑的外形设计，让整车看起来非常帅气。再加上无边框门、4出尾排、排气声浪以及3段式电动尾翼，开在路上十分拉风。但是需要注意， 1.5T 版中的低配车型是没有电动尾翼的，它的内饰同外观一样，也是充满运动气息，舒适度和质感也不掉分。不过 MG7 在注重外观的同时，舍弃了一些实用性。它的底盘太低，虽然好看，但通过性不太好。后排头部空间也小，高个子的人乘坐后排会顶头。除此以外，它的减震效果也有待提高，没有座椅通风，夏天开车会比较热。第6，别克威朗，经销商报价8.39到11.39万元，车身长4664，宽1786，高1472，轴距2700 ，GS 版车身长4688。它的外观偏运动，内饰中规中矩，不花哨。车内有26处储物空间，后备箱空间和乘坐空间都很充足。GS 车型还支持后排座椅40:60放倒，空间灵活性高。身为美系车，它的动力和操控性是很不错的。加速推背感明显，驾驶舒适。威朗全系标配6安全气囊，23款的它配置更加丰富，而且价格没有上涨，性价比很不错。不过低配的配置有些太少了，建议准车主选 GS 车型。推荐来到 SUV 这边，第1，长安 CS75 Plus， 经销商报价10.29到14.69万，车身长4690，宽1865，高1710，轴距2710。SUV 的底盘高，在农村或者路况不好的地方会比轿车更加实用，但因为价格问题 ，CS75 的配置又有些不够看，走起颠簸的路段还是会有些蹲屁股的，而且它的隔音棉有些差。低速行驶还好，高速行驶会有较大的噪声。不过这款车的内饰还是不错的，车内大多采用皮质包裹，光是看着就很舒服。电子档杆搭配它的一体式液晶屏幕，让车厢有一些科技感。它的性能和它的高颜值很搭配，操纵感在同价位的 SUV 中相对不错，后排空间也很宽敞，可以坐得很舒服。第2，哈弗大狗，2024款经销商报价为11.79到14.39万元，车身尺寸为4620×1890×1780，轴距为2738，内外设计充满力量感，前脸的进气格栅非常霸气，全系标配开阔式全景天窗，内饰建议首选黑橙搭配配色，力量感很强，车内空间很大，并且后排支持40:60放倒，动力很不错，加速强劲。4驱版发动机最大功率可达175千瓦，减震很不错，但转向稳定性略差，方向盘也偏重，对女性车主来说有些吃力。大狗作为一款城市越野车，各方面性能和配置比较偏向城市高速行驶，越野能力不如硬派越野车坦克300，如果主要在城市驾驶，大狗是个不错的选择。第3，比亚迪宋 Pro DMI 冠军版，经销商报价13.58到15.98万元，车身长4738，宽1860，高1710，轴距2712。身为比亚迪王朝系列的车型，宋 Pro 的外观和内饰简约朴素，虽不如宋 Plus 年轻运动，但更加符合中年人的审美。它的油耗很低 ，WLTC 综合油耗5.3升，加速强劲，行驶稳定性也很不错。转弯没有亲测感，但减震有待提高，过减速带时有抖动感。虽然冠军版宋 Pro 除了低配版，前排都有多层隔音玻璃，但还是有很多车主吐槽它的隔音效果差，跑高速噪声较大。整体来说，冠军版的宋 Pro 值得入手，它相比宋 Plus 来说性价比要高一些。第4，吉利博越 L， 经销商报价11.37到16.07万元，车身尺寸为4670×1900×1705，轴距2777，车身被犀利上扬的腰线贯穿，搭配凸起的尾灯，整车有一种蓄势待发的感觉。内饰设计优雅高级，搭配光幕又有一丝科技感。它搭载了 CMA 架构，底盘整体风格偏硬朗，车身操控性和稳定性不错，但减震略差，行驶在坑洼路面会有抖动感。另外，由于它的车厢静谧性略差，车内会有一些噪音。博越 L 的大部分操作需要通过触控或语音来执行，对车机系统的依赖偏大。不过它的车机系统还不错，车主反馈很好。它有 1.5T、2.0T 和混动3种车型，准车主可按需选择。有一些小问题需要注意，它的空调泵性能偏低，制冷效果不佳，杯架深度不足，刹车时水杯容易掉出来。推荐来到纯电新能源这边，目前新能源车企也越来越卷，纷纷推出高性价比新能源车型。现在购买新能源汽车着实是个不错的选择。首先推荐比亚迪海豚，经销商报价11.68到13.68万元。有95马力、420续航里程和177马力、401续航里程2个版本，前者车身长4125，后者车身长4150，宽度均为1770，高度均为1570，轴距均为2700，整车尺寸比海鸥大一些。它的外观设计围绕海洋美学，整体流线很美观，内饰精致美观，不过用料较为朴素。空间方面，前后排都不拥挤，后备箱略小，但后排座椅支持40:60放倒，可提高后备箱储物空间。它的配置很丰富，全系标配电动后雨刷，支持对外放电，动力也很强劲，油门响应很灵敏。不过海豚的减震不太
太好，路感比较明显，电机也略有噪声，它的静谧性不太好。不过总的来说，综合实力不错，值得入手。第二，广汽埃安 iONY 是其旗下的爆款 SUV， 经销商报价11.98到17.98万元，车身长4535，宽1870，高1650，轴距为2750。这个数据在紧凑型 SUV 中位于领先水平。它的后排空间和储物空间都很大，非常实用。再看它的外观和简约的内饰，不难得出这款车主打一个实用性，同时它的舒适性也很不错，加速强劲，转向比较稳定，但它在跑高速时动力略差，减震能力也略差。第三，欧拉好猫，经销商报价10.78到14.90万元，车身长4235，宽1825，高1596，轴距为2650。购买23年新款车，免费赠送交流充电桩、3年质保以及1年产品责任险。而且23年款的好猫性价比要略优于旧款。这款车的内外设计都很复古，有4种外观配色和6种内饰配色可选，设计风格与色彩搭配很适合女性车主。方向盘轻盈，大小也很适合女性。车内新增了手机无线充电面板，支持50瓦快充。后排座椅空间够用，座椅舒适，但后备箱空间略小。不过它和海豚一样，也支持后排座椅40:60放倒，空间灵活性较高。好猫作为其旗下的爆款，各方面大都是为女性设计的，也的确是深受女性车主喜爱。不过它也有些缺点，它的车机不好，反应较慢，悬架偏软，支撑性一般，是一些同级车中常见的问题。第四，哪吒 U2， 经销商报价为11.88到19.38万元，尺寸为4549×1860×1628，轴距为2770。它的外观设计非常不错，车头很有灵气，尾部的贯穿式尾灯灵感源自火箭枪，深受车主喜爱。内饰设计比较简单，且只有黑色，但用料很不错，全系方向盘材质都是真皮的，后排空间和后备箱空间都够用，加速和续航也都挺不错。但它也有些小故障，最常见的是前后门不易开启和关闭。此外，它的最大问题是 A 柱遮挡视野，盲区范围较大，驾驶时需多注意一些。OK， 到这里今天的推荐就结束了。博主的种草只是基于个人感受的主观推荐，当然也下了很多功夫查找资料和对比。新手小白购买第一辆车要根据自己使用场景和诉求挑选，最好和身边懂车的朋友一起，让他帮忙出谋划策，把钱花在刀刃上，下的功夫越深，购买的车型便越合适，这才是性价比的表现，也是本期视频的宗旨。最后，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或者有聊到你心仪的汽车型号，不妨给我一个关注和3连。如果视频数据好，这个系列我也会一直做下去。我们下期再见。